幅繁华，榜上名别红花，试问谁人留下？雪一出心寒，缘分一线之差，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，千言难尽，唯有远赴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等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上记挂？歌名不再喧哗，渡人间太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改换其他殷家之女，可若瑞王与淑君的亲事就此作罢，那以后谁还敢娶咱们家淑君啊？现在整个朝堂都在盯着此次联姻呢，若是不成，殷家恐难以交差呀。相比于此，嫁哪位小娘子要有何重要？可若改换他人，又该如何做到公平呢？这贤君与良君之间，又该如何选择？依我看，该选良君。良君性情温良，举止端庄，若非当初贵妃娘娘点名要嫡长女联姻，本就是她最适合嫁入皇室。也是，这样子确实免去了许多矛盾。若是让良君联姻，淑君作为长姐，理应尽快嫁出。你呀，赶紧为她择一门婚事吧，最后远离京城，免受流言困扰，安稳一生。大夫人，大夫人，这是何意？之前请你入府，是想让你看好淑君，以免联姻生变。可眼下，贵妃已决意换良君来联姻。换良君娘子？这是之前许你的月银，还增添了50两。这些日子，你在阴府受苦了，阴府理应多加表示。可我总觉得，陷害我落水之人，并非是淑君娘子，理应继续调查下去才是。这若是换了良君娘子联姻，不就是坐实了淑君娘子的名声了吗？事已至此，我和老爷也毫无办法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大夫人，我不想一走了之。这若是真有人想要诬陷淑君娘子，我就算走了也不会安心的。他之前都这么对你了，你竟然还愿意相信他？虽不完全相信，但也不想携衣而去。这落水之事与我有关，我想弄清楚真相，来解心中疑惑。我就看到那么多银子就那么摆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它就没了。哎呀，我心痛啊，我肉疼啊！你竟这样放着酬金不拿，还要留在府里继续调查，后悔了？那好歹也是那么多银子呢，哎呀，我的银子呢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定有蹊跷，但依我观察，淑娟虽看上去骄纵，但未必敢真的虐杀猫狗。
他坚持成婚定型，习作还避讳大老爷的表字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。况且之前院子里出现猫崽，他虽装的不喜，但并非真的伤害他们。淑君娘子若知这院中有一人竟如此看待于她，不知是何感受。而且我已经问过院中下人，这流言皆是以讹传讹，并无一人亲见啊。之前淑君受罚的时候，双燕分明是有话要说，但是被淑君拦下了，这其中定有缘由。如今落水一事，所有人都给淑君定罪，我若走了，谁能替她说话呀？你确定要卷入这场是非？女子历世艰难，本就该互相帮助。我若知她可能被人诬陷，却置之不理，这忙我定是要帮的。陆娘子心中既有仁义，又有侠义。宋某以茶代酒，敬这位侠女。我看不惯他欺骗女子，毁人闺玉，我做不到视而不见。昔日他与母亲辞世后独自承起家业，无人知其奸细。因事虽貌似跋扈，实则孤立无援，与昔日的他也算是同病相怜。我能做的为伴其左右，直至云开月明。你若执意要查，阿兄便陪你到底。多谢阿兄。适才你提到双燕欲说还休的情景，让我想到一条线索。宋兄，可还记得你捡到的那只香囊？江州啊，这未免也太远了吧？此人竟是为了寻田房，且已年过4旬。不行不行，绝技不行！大夫人，小的也知道，这确实委屈了淑君小娘子。可是这时间仓促，此人虽年纪不小，但家中并无嫡子，只有2名庶女，且已有4品的官身，眼下已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我捧在手心10多年的娇娇女儿，如今竟要嫁给这种人。大夫人，可眼下淑君小娘子的名声，只怕……淑君娘子再怎样都是我殷家嫡长女，岂容你们任意智慧？你给我走，走！再拿这种不像话的臭老头子出现在我眼前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大夫人咋还真着急啊？要我说啊，这个不答应，以后啊，恐怕连4旬的都难寻。哎呀！淑君娘子，联姻之人已经换成良君娘子，府里上上下下都已经传遍了。早这样多好，就不至于闹出这么多事儿。现如今全府的人，除了您那位伴读娘子，都在背后里幸灾乐祸，说您咎由自取呢。明淑娘子应该已经离开了吧？听说大夫人赏了她不少酬金，但不知为何她没有收。她为何不收啊？不知道。她是不是傻了呀？要是知道我还在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你拿了钱不赶紧离开，还留下来做什么？钱不够吗？我来吧，你先下去。来，我刚刚已经去见了双燕，她什么都跟我说了。她去三老爷院中是为娶燕霄，帮你伪造耕田，
以便你取消与瑞王的亲事。燕小粉预热自燃，把它加在墨中，待4天渐燃，相合8字之时，庚铁自燃，定会被视为不吉之兆，合婚便不成了。若此事被发现，会不会招来什么祸事啊？我就加了1点燕小粉，这三叔应该不会发现的。到时候这庚铁都化成灰了，还能有什么祸事？你要做什么？要不我去跟大老爷大夫人说一声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要说了，何须来找你？你不妨把事情的始末都告诉我，我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到你。我不用你帮，眼下就是最好的结果。你是否也有心仪之人了？你之所以不想联姻，是因为那个姜文瑞，对吧？那日你在茶宴偷偷见的，就是姜公子。这是淑君的。那这个瑞又是谁？这香囊是茶叶那日姜文瑞姜公子掉落的。你说淑君娘子常与花之秀，如此推测，他们2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而且淑君定是不方便把自己的名字绣上去，便用这水代替了淑字。你既已知道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自以为成功推掉了联姻，但是你要在梁金与瑞王成亲之前嫁出去。大夫人都在商论婚事了，听说你要嫁去江州，给一个40岁的男人做田房。你说什么？如今只有我能帮你，你说还是不说？三婶，恭喜梁君喜得联姻，多谢三婶。大夫人告诉我了，说淑君与瑞王8字不合，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说辞罢了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淑君的名声。不知贵妃娘娘选中我，妹妹与三婶心里可有怨言？你三叔父那个样子，贵妃怎么会选贤君呢？你游记在大房名下，自然要选你。都是我们这些做爹娘的，耽误了你妹妹。母亲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跟父亲能陪在我身边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二姐姐性情开朗，为人大方，自然比我更适合联姻。我知三妹妹最为懂事，三婶也是极疼我的。你知道就好。我和江郎在一场宴会上结识，我们情投意合，本来想着让他禀明家人上门提亲，可没想到出了联姻这一事儿。而且贵妃娘娘指明要嫡长女，可我也有心仪之人，我根本不想嫁进什么皇家。你为何不和父母言明呢？此事攸关家族荣辱，女子不过是维系家族的工具罢了。不会是你散播的那些谣言，为的就是取消这门联姻吧？再怎么不济，我也不会给自己罗织罪名，虐杀猫狗、摧残下人，何其不堪！但是你却纵容这些谣言，并未为自己证明啊！我知道自己被流言缠身，我也后悔过，可我想到和他之间的约定，若我拒婚成功，他就会禀明家人上门提亲，我想到那时候分手也不迟。为追求所爱本无错，但也该求之有道。你纵容自己流言，不是自伤800吗？如今你被重伤了，那背后之人还在逍遥得意。这个世道，对女子而言，名声再好，也不过是从自家宅院顺利过渡到另一个宅院。若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名声再好，
也不会幸福的。我就是想通了这一点，才不惜用自伤的方式来搏一搏。你若真想帮我，能不能帮我跟江郎带句话，就说联姻已终，速来提亲。先把药喝了。你真的答应帮我了？啊！原本瑞王顾惜淑君娘子名声，授意我调查真相。但若淑君娘子既与他人私定终生，也没有什么调查的必要了。我干脆如实上报瑞王。淑君做的是不对，但若禀明瑞王，惹怒皇室，弄得人尽皆知，他可还有活路？可他如此行事，有想过后果吗？淑君行事确有不妥，但在我看来，却是为了追求心中所爱、勇往直前的决心，更是为了掌控命运、孤注一掷的无奈之举。这手段确实欠妥，但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同为女子，我能对淑君的遭遇感同身受。若换作是我，我也会为心中所爱拼命一搏，直至失望死心，绝不停止的。阿昌哥哥，我此番捉婿，意在表明真心，绝非强求。当时他决定捉婿，也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吧。君有远志，切勿留意。此别纵相逢亦陌路，愿君余岁如主，节节高升。他是对我多么失望死心，才会说出那番话。之前所有的谣言，包括我落水一事，都是有人在暗中推动，恶意陷害。淑君错在纵容谣言，但她也是受害者。受害者就应该得到帮助，还她清白，而不是给她带来更大的伤害，不是吗？若确如明书所言，淑君娘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事关联姻，绝不能纵容背后推动之人。此事虽然复杂，但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，合我3人之力，也定能寻根究底。我知此事让宋兄为难，但还请宋兄能高抬贵手。拜托宋公子了。我可以暂不上报瑞王，但贵妃娘娘已因允由良君合婚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那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。多谢宋公子，多谢阿兄。宋兄，你约我所为何事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客官里面请。这位娘子想必是淑君的伴读吧？不知这位是？江陵陆长。幸会。如今淑君娘子已斩断与瑞王的联姻，你们之间已无任何阻碍了。还望你不忘昔日之诺，尽快上门提亲。你有何意？不妨言明。婚姻大事需禀明父母，况且如今淑君名声受损，我还需时日说服双亲。即便提亲，也不会太快。不会太快是多久？短则半月，长则月余吧。彼时淑君已被仓促婚配嫁到江州，江公子也不用登门求亲了吧？好一个拖字诀！如此一来，一不用娶淑君娘子，毁了前程；二来又不用担负毁诺负亲的骂名。我姜文瑞岂是那等小人？是吗？可我却听闻，令尊替你向和氏郎家提亲，还行了纳采之礼，这又该作何解释？
你查我！没错，我是不打算向殷家提亲。我江家3代单传，父母对我寄予厚望。我若娶了她，仕途受损，该如何向父母交代？你若欢喜，你自娶她便是，逼我做甚？背信弃义的无耻小人！淑君为了你不惜纵容流言，伤及自身，你却将她弃若敝履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告辞。淑君，怪我有眼无珠，竟相信你这般虚情假意之人。淑君，淑君，无耻之徒！我禽兽！江公子。你做什么？停下！事情还没到绝境呢！你给我，给我已经名声尽毁，走投无路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与其在这自暴自弃，不如想想怎么解决这个困局。解决困局靠什么？嫁人吗？从江文瑞，再到瑞王，再到某个素昧平生的人，我宁愿削发为尼，也绝对不会仓促婚配。只要解决了所有流言和陷害，一切都能恢复如初。淑君娘子，这外面有人让你声名狼藉，想让你名誉尽毁，你甘心吗？如今谁还信我？父母都以我为耻。你忘了，我曾是这种都信你啊。现在老爷夫人还不清楚真相，但他们爱你护你之心，我这个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就真的想让亲者痛仇者快啊？没有线索，我们就去查，我们把那个害你的人给揪出来，把施加在你身上的伤害，我们一一给他还回去。也不知明叔和淑君娘子聊得怎么样了。你受伤了？怎么受的伤？严重吗？小伤而已，不必紧张。我刚刚也说服了淑君，让她定要抓住这背后之人。
不如我们分析分析。这背后之人会不会是梁君娘子？那日明淑娘子落水后，她当着陈内侍的面，刻意将矛盾引向淑君娘子，定是为了夺取莲印。这梁君深得大夫人大老爷喜爱，若是淑君联姻未果，那取而代之的便是他了。只是眼下尚需要证据。我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虽然我不支持淑君放任流言的做法，但是他为这份情吃的那么多苦，换来的却是江公子如此轻易的背弃。不知怎的，我能感受到这份痛苦。在这世上，真心弥足珍贵，最是难选。江文瑞能得到淑君娘子的真心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他却不懂得珍惜。总有一日，他定会因此追悔莫及。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岂是个外人如此容易看清的？你如此伤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被辜负的人是你。若是让我遇到这种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我定跟他老死不相往来，纵相逢亦陌路。好了，你去了那么久，一定饿了。我们先吃饭。吃饭。陆兄，请用，小心手。这白玉汤最是鲜美。宋兄有所不知，这白玉汤虽好，但是里面有虾。明叔今天受伤了，不能吃发物，所以这个豆腐酿肉更适合你。是我疏忽了。无妨，好吃就行。多谢宋公子的饭菜。真好吃，多谢阿兄。哎，明淑娘子放那儿吧，我们来洗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呀，这沾了桐油的鞋子这么难刷。桐油。嬷嬷，这鞋是谁的？啊，是二娘子的。这不，之前弄脏了，刚拿来洗。她自己送来的？不是，是她院里一个洒扫丫头，叫……哎呀，我把名字忘记了。二娘子，我做了个这个，你看看。真好看，谢谢明淑娘子。你若喜欢，我再给你做。不过有件事想问问你，我落水那天，除了双燕，有谁来过你们院子？我们院鲜少有人来。那天二娘子不是来找过娘子吗？你先下去吧。贤君。二娘子当真来过？贤君娘子，事关淑君娘子的清白，你若知道什么，还请告诉我。其实也没什么，那天二姐姐身体不适，她来找我接汤婆子，事关规格隐私，我也不好明说。果然是二娘子。你落水那日，梁君因病提早离开了润文馆，却未曾请过大夫。可在那之后的行动，便无人知晓了。他完全可以趁你面见钟贵人之时，设法引开你院中的丫鬟，再将由头放到你院中。眼下他顶替了你与瑞王的联姻，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。难道这一切，皆是为了争夺我不稀罕的联姻？过几日，宫里便要派人来合婚，一旦敲定了梁君，我们就很难撼动他了。是，这梁君要成了瑞王妃，淑君就没办法洗清冤屈了。看来只有引蛇出洞，
才能有机可乘。阿轩有法子了？但若要行此计，还需说服瑞王暂缓联姻。表兄看重的是联姻本身，眼下对联姻并无影响，只怕难以说服。陆某愿为一试，烦请宋兄代为引荐。瑞王，这位是江陵界元陆长。小生陆长，见过瑞王。以小生之见，这棋局中，白棋处处被黑棋掣肘，与其走杀，不如两持。那依你之见，该下何处啊？如此便可与周遭联氏，步步为营。江陵陆长，你希望本王暂缓联姻，再与你们时间查出真相。是。那你又知晓，联姻便是联氏，本王又何须在意是哪位娘子？小生自然知晓，然瑞王心怀正义，对他人疾苦感同身受，是以才会推行新政。但眼下瑞王因为新政饱受非议，实是与淑君娘子的境遇同病相怜，又怎会对她的遭遇坐视不理？小生当真以为新政可取，并且认为此事与淑君娘子相关甚密。哦，那你可说说看。眼下朝廷积弊已久，地方上下勾结，推行新政便犹如虎口拔牙。更改祖制，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非议不断。棋差一招，便是满盘皆输。不错，革新之路，道阻且长，还未见到曙光，便已有不少人倒在中途。以小生之见，要推行新政，必先聚人心。心诚则道立，道立则兴齐，唯有天下至诚，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。小生坚信，瑞王是以至诚之心扬兴国之志，小生钦佩敬服，故才斗胆进言。好一个以至诚之心扬兴国之志！想不到满朝文武知我者，竟是你这么个书生。不仅如此，此次联姻还关乎朝堂局势。殷太傅忽然告病在家，殷家内宅连番生事，淑君遭人诬陷重伤。瑞王也定不会以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吧？没错，本王也很好奇，到底是谁在我婚事上如此费心。好，今天为你这番言语，本王许你所言。谢瑞王。谢表兄。科举在即，陆长，你别让本王失望，本王等着你。
阿兄，多谢你为淑君争取。我原本觉得你性情淡漠，只会亲近亲人朋友，没想到你还有热心一颗嘛。我做这些，并非只是为了帮助殷淑君，更多的是……我知道，你想趁机结识瑞王，好积蓄力量为苏先生翻案。也有这个原因。你既如此认为，为何还要感激我？因为阿兄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撑起局面。外冷内热，宅心仁厚，不愧是我阿兄。你若是记起前世，就不会那么认为了。怎么会呢？我阿兄极好，我要是以后找郎君，我要完全按照阿兄的标准去找。大夫人这般隆重为娘子置办，看来宫里很快就要召见您了。之前我一直活在大姐姐的阴影之下，如今总算有出头之日了。娘子，你快试试。二姐，三婶，贤亲。二姐姐，我听闻华贵妃召回了来府合婚的中士。你确定？听闻贵妃依旧中意大姐姐，打算商谈婚期。本来大伯母忙着张罗亲事，眼下也都停了。大姐姐名声如此不堪，为何贵妃还如此看重？流言再多，又并非坐实，全凭贵妃是否相信。如若不信，这流言又算什么？二姐，你莫要太伤心。芊芊，三婶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和大姐姐私下来往的男子还没有消息吗？这淑君娘子被大老爷禁足，一直都未曾出门。一般只有半渡娘子和陆先生去她的房中。半渡娘子也就罢了，为何陆先生也会出入她的房间？许是为淑君娘子布置课业吧。这陆先生是半渡娘子的兄长，为他做事也算正常。男子随意出入女子闺房，你却称正常？或许，那半渡娘子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。娘子这是何意？她故意挑衅大姐姐，甚至打架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误解他们的关系，替他阿兄睁眼私情。若真是如此，那这半渡娘子为他争辩同游之事，也算说得过去了。陆先生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，您尝尝。谢谢。阿兄，你看淑君娘子让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这碧见豆糕可是淑君娘子最喜欢的点心，真是好口福。再尝尝。够了。阿兄，这是招蜂引蝶。
姐姐，你弄这些花草做什么？我听闻华贵妃喜欢花草，就特意进了一批名贵兰花，打算养在花房。过几日，给她送到宫中。明淑娘子，大姐姐要与日王联姻，你开心吗？原本，这岂是我能做的主啊！我自然是为淑君娘子开心的。明淑，我们进去吧。明日那才，我定要将他们的私情公之于众。果然是名品，真香。陆先生不好了，明淑娘子在花房料理花草时不慎受伤了。林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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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淑君娘子。谁？阿兄，满天地有情，尘缘不休。随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，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留守。一骑于人间，繁华与错落。灯熄渐老，姻缘地，因果休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到尽头，可归与否？一种情度流年，皆心中迷惑。数尽漫漫长夜，数不尽对你思念的轮廓。若海上月一圆，可归与否？余生无望守候，有始有终。海市蜃楼，如昨。